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目前的这个行情赚起钱来确实有点难，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易机会嘛，整个盘面也没啥变化，除了横盘还是横盘，大家是不是都有点疲劳了？对，来，面具人今天给大家打一些鸡血，提个神儿。那就是3月16号是最近的一个阶段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决议公告日。大家也都知道，美联储加息与不加息对金融界和币圈以及比特币的冲击都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疑问啊，那就是3月16号究竟会不会加息？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动呢？我们该如何提前布局呢？跟上这波机会赚一笔钱呢？嘿嘿。那面具人，我今天呀会对上一次以及上上一次的议息决议，包括结合一下政治环境，给大家分析一下接下来究竟会不会加息的事情啊，以及呢我们该如何去操作赚到这一波钱。嘿嘿，废话不多说，今天的节目你们一定要聚精会神的从头看到尾啊，因为这个节目的每分每秒都是财富财经的干货。好。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来开始讲。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各位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不能及时的收到面具人每一期的财经讯息以及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可不能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还是10名中奖者啊。为了方便起见，大家给我发邮件的时候，顺便附上自己的狐狸钱包的地址啊。以后中奖名单我会直接在油管帖子里面公布的，你们只用去查询一下，就知道自己是否中奖了。好，来讲正题。大家应该都知道，3月16号是美联储的新一轮的议息决议日。那这个决议声明和发布会都是在3月16号的同一天，也就是说，美国时间3月16日，北京时间3月17日，大家就能得到加息还是减息的消息了。那至于加息还是不加息，面具人我个人的判断是不加息。原因呢，我在上一个节目也说过了啊。为了方便新观众理解，我再给大家简短的讲一下，美国总统拜登之前说过，通胀是一笔伟大的资产。那美国现在的通胀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点，已经是7.9个百分点了。不过拜登现在觉得还不够高。你们看啊，美国现在的物价、油价都在飞涨。可是呀，你们要明白，这中间有一个大玄机，那就是美国自己如果承受了7.9%的通胀，那其他的非美元国家却有美元贸易的国家将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在以美元结算的石油世界里面，欧洲国家比上次通胀高峰时要多拿出26%的钱来买同样的石油。这就相当于欧洲国家的通胀实质上比美国多了26%，而日元同样就贬值了15%，英镑呢也贬值了22%，这些都要归功于美元结算的石油以及其他的贸易物资，再加上美元的通货膨胀。好，我们再来结合一下世界政治的大背景来看啊，美国之前的时候啊。就是川普在任的时候，他就开始囤石油，而美国本身它也是产油国。那现在俄乌战争搞来搞去，大家也都看到结果了，那就是粮价、油价都飙升，中东那边都开始抢粮了啊。那粮价、油价飙升了，就会急剧的促使通膨上升。这实际上呢，也是美国想要的结果，而俄罗斯呢，也是喜闻乐见的，因为双方都是大的产油国、产能源国。双方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来赚大钱，包括加强对各自阵营国家的控制力啊。看兄弟们，这些东西都涨价了，小老弟你给我听话一点，我还可以给你打个折，按个优惠价卖给你。听明白了没？说白了就是美国或者是俄罗斯啊，利用他们的美元或者是资源来收割世界，以大家一起放血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大出血减少一点。
按照相对论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我流的血比你少，而你的血还反而流到了我的身上，那我就是赢的嘛。当然了，美国也是借此来继续稳固他自己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因为大家都被削弱了，只有他美国被削弱的最少，所以呢，他反而是变强了啊，那他就依然是最强的，因为他被削弱之前，他就是最强的。那现在呢，你们都被削弱了，我几乎没被削弱，那我就是更强的，听明白了吗？然后呢，你看俄乌战争，大家打来打去，我们都可以把什么粮价上涨呀、金价上涨呀、通货膨胀呀，把这个责任都甩锅给普京，或者是甩锅给战争本身，听明白了吧？那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美国的商人、平民，他们就更不会抛弃自己的国家去移民到什么欧洲、日本呀啊，那这也是不划算的，因为他拿美元去换成欧元或者换成日元的话，然后再拿日元去消费是不划算的，更别说那些什么个大企业家了，老百姓换来换去都是不划算的，那些大企业家就更不划算了，听明白了吧？所以呢，美国这么做啊，也是一箭八雕啊。不但能让政府套利，还能套住自己的老百姓，巩固他们，明白了不？为什么这些人不会去移民啊？这些商人不会外走？现在你们能想明白了吧？因为美国金融操作得好，玩得溜，听明白了吧？那根据这层逻辑来看啊，面具人，我认为啊，3月16日加息的可能性不大。虽然说加息会短期的抑制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但是面具人，我认为啊，美国它会把通货膨胀吹到一定的临界值，等到大家几乎都快受不了的时候，最后呢，美国自己再拔得头筹，来，我加息了，哎呀，美国的投资效益好，大家来投资吧，听懂了没？但是这个加息至少不会在这一次啊，大家记住了，今年5月、6月、7月还都会有加息会议呢，5、6、7是连着的，每个月都会商讨一下。可是大家再观察一下啊，那就是3到5月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这个中间是没有什么加息减息的这个议会的。那这段时间就足够庄家在市场上进行一定的操作了。哦，对了，忘了给大家说一下啊，上一次宣布不加息的时候，狗庄们给大家玩了一波反操作，很多人都以为，哎呀，不加息了，肯定是好消息，币圈绝对会暴涨。可是呢，我们来看图，美联储是1月26号宣布的不加息嘛，可是呢，币圈在1月26号的当天却跌了。在这个不加息的好消息出来了以后，整个市场却反操作了，却跌了。就算后面的几天呢，也都只是震荡微涨，没有出现大家所期盼的所谓的暴拉。OK， 这是上一次议息会议决议的不加息，然后呢，币圈的走势。好，我们再来看上一次议息会议决议不加息之后的币圈的走势。12月15号，当时是宣布的不加息。啊，也是没加息，然后呢，币圈反而开启了震荡下行。那这也印证了面具人我说的，不加息未必会导致币圈暴涨。庄家们有时候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人的期盼去反着来，因为他有大数据，他知道你们，在不加息的消息宣布了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以为会暴涨，然后都去买，然后他就给你砸盘，把你割了啊，听懂了没？而且面具人，我当时还预判了，说不定加息了，这些币圈的庄家们为了对抗央行，反而会拉盘吸引韭菜，反而会制造币圈暴涨的这么个景象啊，又是跟那些观众们、散户们的想法是反着来的。那一般人觉得加息了肯定会暴跌，有时候呀，你去思考庄家的思维，思考整个市场。你不能站在韭菜们大多数人的角度上去考虑，听明白了没？因为整个金融市场赚的就是这大多数韭菜们的钱的，听懂了没？啊，你在看啥？来亲一个，
我走了啊，不玩了，不让我走，让不让我走？拜拜。我这只鸟特别粘人，我每次说我要走，拜拜，它就不让我走，拜拜。激动的毛都竖起来了。好，不走，不走，不走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前2次加息啊，我不走，不走，不要叫。那么我们根据前2次的不加息的情况啊，我们基本上可以预判，3月16号如果说不加息的话，币圈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是不是这样呢？未必。我给你们说一个关键点啊，那就是时间间隔。大家仔细回想一下，看一下12月到1月，是不是间隔的时间不长，只间隔了1个月啊？这是我说的上一次的这个议息会议宣布嘛。好，上一次的是1月到3月，那这中间间隔了2个月啊。所以呢，你们仔细观察，当间隔1个月的时候，整个市场出现了很大的砸盘。可是呢，当它间隔了2个月的时候，整个市场却出现了比较厉害的回暖，出现了一些拉盘啊。大家仔细观察啊，上一次加息间隔的中间的这段时间，最低点是32000美金的比特币。那我们可以预判一下啊，这一次的3到5月，它中间同样是间隔了2个月。以上一次的2个月的间隔的走势作为参照来看的话，上一次的底部是32000，那这一次的底部是34000。如果说16号前后比特币是处于颓势的话，面具人我就会买入，因为它有2个月的时间去进行调整或者是上涨。所以呢，像 AVAX、ATOM、WAVES 以及以太坊都可以买一些。这其中呢 ，WAVES 属于一个不确定性比较强的币，投机性比较强的币。所以呢，我建议啊，不要买太多。其他的币呢，你就可以多买一点啊。你再咬我，我就走了啊，拜拜。他还怕我走了，从这个站杆上又站到我身上了啊，回去。哎呀！他现在就是粘到我身上了啊！我走哪儿，他在我身上啊！让不让我走？你还咬我，你还咬我，生气了，回去！我走了，拜拜！好，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哎呀！不要咬我！我刚才说到了，对。16号前后啊，我觉得14号、15号、16号，像 AVAX、ATOM、WAVES 都可以买一些。然后呢，我会把它上看到比特币破45000，或者呢再低一点，比特币到43000、44000的时候，我觉得利润足够的话，我就会把这些币套利了。那这是面具人我的判断，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和我说的是否有一定的相似度啊。那至于具体的操作点位以及及时的入场时机通告，包括你们想要加入我即将推出的今年的革新性的项目的早期进场机会，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